什叶派 vs 逊尼派，激进手段与独裁统治的背后因素。序曲：中东火药库的隐形火种。在西方或者距离中东遥远的我们眼里，不管是伊朗还是盖达，不管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，他们往往只有一个共同的标签：恐怖分子。我们在新闻里看见的总是那些千篇一律的画面，疯狂的宗教口号，对外残暴的无差别杀戮，以及对内令人窒息的高压统治。但这真的是全新的产物吗？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991年，当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独裁机器苏联忽然倒塌时，自由世界响起了胜利的欢呼声。人们以为那个盘旋在20世纪的红色幽灵已经魂飞魄散，但事实上它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悄无声息地往南迁徙。它潜入了燥热的沙漠，脱下了西装与军服，换上了一袭神圣的长袍。也许从表面上看，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，但当你仔细检视那些统治的逻辑，那些清洗异己的手段，你会发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。这是历史的偶然吗？不，这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借尸还魂。现在，让我们拨开那层厚重的宗教外衣，展开这场追寻真相的旅程。第一部分：伊朗红色什叶派的诞生。在前一支影片，我们解析了伊朗的神权政治基因。现在，我们要将视野扩大到周围广阔的逊尼派世界。这不只是教派之争，更是一场关于谁拥有革命正统性的百年博弈。要理解这场博弈的质变，我们必须先认识一位关键人物——伊朗革命意识形态教父阿里·沙里亚蒂 （Ali Shariati）。沙里亚蒂成长于巴勒维王朝权力最鼎盛的时期，那时的伊朗充满撕裂感。国王推动激进的西化与世俗化，虽然带来了摩登大楼，却也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与文化断裂。对于当时的愤怒青年来说，国王是美国的傀儡，而传统教士则显得老旧无力。为了寻找出路，1959年，沙里亚蒂前往法国索邦大学留学。1960年代的巴黎是全球左翼思潮的中心，正是在这里，沙里亚蒂深受马克思主义与法农 Frantz Fanon 反殖民思想的影响。他意识到，宗教不该是让人民顺从的鸦片，而应该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武器。带着这套思想，沙里亚蒂回国后提出了一个震撼的概念——红色什叶派。他将历史重新诠释，区分了两种什叶派。一种是黑色什叶派，指那些只会为历史悲剧哭泣、消极等待救世主的传统教士，他认为这是在麻醉人民。另一种是他提倡的红色什叶派，象征第一代马穆侯赛因的鲜血。他主张信徒应效法侯赛因，成为反抗暴政的革命斗士。这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概念置换。他将马克思口中的无产阶级替换成了《古兰经》里的受压迫者 Mustazafin。瞬间，阶级斗争披上了神圣的外衣，革命便成了真主的旨意。沙里亚蒂的思想成为后来何梅尼夺权的蓝图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伊朗政体会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综合体特质。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苏联有党总书记与政治局，
伊朗则建立了最高领袖与宪法监护委员会。这并非巧合，这种由上而下的先锋队体制，本质上就是一种列宁式的结构。他们不相信群众的自发性，坚信真理只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。然而，当伊朗这个长期被视为边缘人的什叶派国家，靠着这套理论建立起强大的政教合一政权时，周围的逊尼派老大哥们，特别是沙乌地阿拉伯，感到的不只是震惊，更是深层的羞辱。这种焦虑在1979年迅速引爆。就在伊朗革命同一年，逊尼派激进分子朱海曼占领了圣地麦加金寺。他在广播中质问：为什么沙乌地皇室如此腐败亲美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伊朗那样建立纯净的伊斯兰国度？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。朱海曼虽然痛恨什叶派，但他的激进行动恰恰是受到了伊朗革命成功的刺激。逊尼派激进青年开始质问自己的领袖：为什么我们做不到？为什么我们要听命于西方？为了回应这个质问，为了争夺伊斯兰的正统地位，逊尼派世界也开始了一场激进化的狂飙。而这一切的理论源头来自埃及监狱里的一位思想家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借少逊尼派阵营的主角，现代圣战理论的教父赛义德·库特布 Sayyid Qutb。第二部分，逊尼派的变异，从库特布到宾拉登。如果说伊朗的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家变革，那么逊尼派的激进化则始于一个文人内心深处的崩溃。让我们把时钟波回到1906年，赛义德·库特布 Sayyid Qutb 出生在埃及南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。请记住他年轻时的模样，他并不是什么留着大胡子的恐怖分子，相反，他是一位穿着笔挺西装、温文儒雅的文学批评家，甚至还在埃及教育部任职。他熟读西方文学，骨子里充满了对社会正义的渴望。然而，真正改变他，也从此改变了世界轨迹的转折点，发生在1948年。那一年，埃及教育部派他去美国留学。他来到了科罗拉多州的格里利市 Greeley。 在当时的美国人眼中，这是一个淳朴保守的小镇，简直就是画家诺曼·洛克威尔笔下的田园牧歌。但在库特布眼中，他看到的却是一幅精神破产的地狱景象。他震惊于美国社会的物质至上，他看到教堂举办舞会，看到男女搂抱在一起跳舞，看到人们对修剪草坪的关注，竟然胜过对灵魂的修炼。在库特布看来，这种美国式的生活不是文明，而是一种巨大的野蛮。他用舒适的物质生活麻醉人类，让人们忘记了对神的敬畏。他痛苦地意识到，西方文明虽然拥有强大的科技躯壳，但它的灵魂已经死了。带着这种对现代文明彻底的绝望，1950年，库特布回到了埃及，加入了主张回归伊斯兰传统的穆斯林兄弟会。但命运跟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。不久后，埃及爆发革命，强人纳瑟上台。纳瑟推动的是世俗的民族主义，他需要的是现代化，不需要神权。于是，昔日的盟友决裂，库特布被关进了惨无人道的监狱。正是在那个拥挤、肮脏、充满酷刑的牢房里，库特布的思想完成了最后的演化。看着监狱外那些自称穆斯林却在欢呼世俗政权的群众，
他写下了那本被后世称为圣战使用手册的书《里程碑 Ma'alanfai al-Taib》。在这本书里，他提出了一个震撼的概念——蒙昧时代 Jahiliyah。他认为，现在的世界，包括那些亲美的穆斯林国家，都已经退化回了伊斯兰创教前的蒙昧状态。人们不再服从神的律法，而是服从人的律法。那么该怎么办？库特布给出的解方与20世纪初那些共产主义革命家的思路惊人的一致。他不相信群众能自发觉醒，因为群众已经醉了。因此，必须建立一支先锋队 The Vanguard。这群先锋队必须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英。他们要在精神上与堕落的社会断绝关系，在组织上高度秘密化。他们不需要是多数，但必须是最清醒的少数。他们有责任，也有权利使用武力去推翻那些非神的统治，强行把人累带回神的道路上。1966年，纳粹政府指控库特布密谋暗杀总统，并企图颠覆国家，将他送上了绞刑架。对于世俗独裁者来说，这种宣称只有神才有统治权的思想是绝对无法容忍的叛国罪。他的肉体死了，但这本里程碑却透过地下影印流传到了沙乌地阿拉伯的大学讲堂里。在那里，一位来自豪门富商家庭、羞涩且虔诚的年轻大学生，深深着迷于库特布弟弟的讲课。这位年轻人就是奥萨马·宾拉登 （Osama bin Laden）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传承。宾拉登并不是库特布理论的发明者，他是这套理论最完美的执行长。如果不理解库特布，你就无法理解宾拉登为什么要创立盖达组织 Al-Qaeda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盖达组织在组织结构上像极了一个20世纪的革命党。第一，精英导向。盖达的原意是基地。宾拉登从未想过要搞一场100万人的大游行，他建立的是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全球网络，这完全符合库特布的先锋队理论。第二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。就像早期的激进革命党一样，宾拉登对于内部叛徒那些亲美的穆斯林政权的仇恨，甚至大于对外部敌人的仇恨，因为在他眼里，这些被西方同化的穆斯林，正是库特布所说的蒙昧者，必须被清洗。如果是库特布在牢房里绘制了这张对抗现代世界的蓝图，那么宾拉登就是那个按图索骥，并用钢筋水泥和炸药将其付诸实现的工程师。他继承了库特布的焦虑，并将这种焦虑转化为一种精密计算后的暴力形式。终章，当理想变成了梦魇。从革命到毁灭，我们刚刚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沈重的旅程。从伊朗的红色什叶派革命，到库特布在监狱里写下的里程碑，再到宾拉登的恐怖算计。如果不仔细看，你会觉得这是一团混乱的宗教仇杀。但如果你戴上历史的透镜，你会发现，这其实是20世纪激进政治在中东沙漠里的一次借尸还魂。这两股力量虽然为了争夺谁是正统而打得不可开交，但他们其实共享着同一个致命的基因，那就是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。在什叶派的伊朗，他们建立了一个类似苏联的神权国家，他们有强大的国家机器，有最高领袖，有像克格勃 KGB 一样的革命卫队，这是一种有秩序的集权。而在逊尼派这边，故事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如果说库特布是这场运动的马克思，提供了理论与蓝图，那么宾拉登就是列宁，
他建立了名为盖达的先锋队，试图用暴力唤醒沉睡的世界。但历史告诉我们，革命一旦开启了暴力的闸门，往往就会产生谁也控制不了的怪兽。对于逊尼派激进主义来说，这只怪兽就是 ISIS 伊斯兰国。ISIS 是盖达组织在伊拉克战乱中孵化出的变种。如果说盖达组织还保留着一点精英主义的冷静，那么 ISIS 就是彻头彻尾的史达林主义者。他们嫌宾拉登太温和、太老派，他们不再满足于躲在山洞里搞破坏，他们要建立国家，要清洗一切。ISIS 将恐怖升级为一种管理技术，他们在21世纪重现了最古老的梦魇，将约旦飞行员活活烧死在铁笼中，在广场上公开斩首异议分子，甚至建立了买卖雅兹迪妇女的性奴市场。他们不仅屠杀生命，更试图抹杀记忆，用炸药摧毁帕米拉古城，就像所有集权者试图抹去历史一样。在他们眼中，世界只剩下绝对的服从与绝对的死亡。这就是激进主义的终点。无论起点是多么神圣的经文，无论动机是多么悲壮的反抗，一旦我们相信只有少数人掌握真理，一旦我们开始用清洗来解决异己，我们就已经背离了神，踏上了通往地狱的道路。历史的教训已经够多了，人类不需要更多的烈士，也不需要更多的复仇。在理解了这些激进背后的伤痕与疯狂之后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与慈悲。让我们祈祷恐怖主义永远在世界上消失。